闲鱼便宜，闲鱼即是更便宜。本节目由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哇塞 ，everybody， 各位 ladies and 乡亲们，那么下面这一位，他是一位 fashion 的顾问，掌声有请我们的大盘。我是大盆儿，讲脱口秀4年多了吧。我之前是在服装零售行业工作，最近被裁员1年多了，属于一个就是中年下岗失业的一个状态。现在就是等于说被迫的全职做这个喜剧行业。第一次有啥不一样？有啥不一样？第一次光紧张，这次不光紧张，还咳嗽。我想现在使劲多咳咳，上台就不咳了。对自己的表现，我就是觉得就是能被大家认识，然后别骂我，我的要求就是这个。掌声有请我们的大盘。嗨，大盘。我那个曾经啊，在一家法国的设计师品牌做那个时尚顾问的啊。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店里办入职的时候呢 ，HR 就跟我说了，说让我提供一下我的英文名，要给我制作工牌、申请邮箱啥的。我说我也不会英语呀，我哪有英文名啊？他说你不会吗？哎，你不会，为什么在入职资料里面英文能力那一栏你选择了优秀啊？我说那拢共就3个选项啊，一般。良好、优秀，也没有不会呀。他就非得让我提供，我也不知道叫啥，我说随便吧，我不行，我就叫 ABC 吧。HR 当时就急了，那哪行啊？那肯定不行啊，他自个儿叫 ABC。我也不知道叫啥，我们俩在那掰扯，掰扯到半截的时候吧，我就一抬头。我看见我们店橱窗上贴个英文单词 SALE， 我当时不知道那啥意思哈，我觉着应该是个好词儿吧，贴那么正中间儿，每片玻璃都贴了，对面品牌也贴了，我说我叫这个吧，洒了。HR 还没反应呢，那儿保洁先冲过来了，哪儿洒了？洒哪儿了？俺就叫洒了，我洒了2个礼拜，我才知道它真正的含义是打折。晚了，工牌也带上了，邮箱也用上了，邮件都收到了，说Dear洒了。但是还好哈，没过多长时间来了个新同事，跟我组了个 CP。新同事的英文名字叫Shopping。俺们这不是有英文名了吗？俺们公司有给我们提要求了。说那个在店里啊就不能称呼彼此的中文名，只能叫英文名了，我散了他 shopping 的。原因呢是怕我们自个儿的中文名跟来店里客人的中文名重名，说这客人会误会。这有啥可误会的呀？哎，我跟我同事说，我说那个王丽娜，你把这件衣服给烫一下去。那客人接过来说好嘞，我马上去。那不可能啊。而且说重名，其实英文名也很容易重名，别的行业不太清楚哈。我们行业每个店都有一个叫 Coco 的，要是没有啊，肯定有一个叫 Apple 的。我们叫开新店，招了个店长叫 Apple， 招了4个店员，又有2个 Apple。我们是个服装店，又不是手机店，这俩 Apple 就得改名。说实话，有点太为难这俩大姐了。我估摸着他俩加起来能拼出10个英文单词就不错了。不叫 Apple 叫啥呀？叫 iPad 呀。那开玩笑啊，俩人商量半天说实在不行我们2个就拆开吧。我叫 APP， 他叫 LE。哎，别看我们就是个卖衣服的，那么商场对我们要求也不低呢。他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在店里站着就太土了，拉低了整个商场的形象，所以呢找了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老师，要给我们提升这个时尚程度。老师就说了，我先看看你们的水平哈。你们管咱们楼下那个 L 开头的大奢侈品，你们叫它什么呢？我说那个叫路易威登。那老师no fashion。他说你这是个中文翻译。旁边的同事说叫 LV。
那个老师说东北话翻译也不行。他就说你们难道对法语一点都不了解吗？我说了解一点，我知道那个蒙住。老师说你打住。这除了问好还有别的吗？我说有啊，我有那个有那个拿破仑、马卡龙，还有萨琪玛。我们自个儿也是个法国品牌嘛，他就问了，那你们平时在店里是怎么跟客人介绍咱们品牌的呢？我说啊，你好，欢迎光临，行，可以试一下。就我们牌子吧，我们自个儿也不会念。想说既然不会念呢，那我们就快点念。趁这客人没反应过来呀，咱们直接划过去。老师说不行啊，你们呢也得用法语发音，一定啊要用那个最正宗的老巴黎口音，跟客人介绍咱们这个来自巴黎的时装品牌。热为了。别鼓掌了，这不是个大神经病吗？谁这么说话呀？而且你就听他这个老巴黎口音，按照他的说法哈，我们在练你们来没有说啥呀？你好，欢迎光临。但其实这个名字就是我们设计师本人的名字，是个法国非常常见的女性名字，相当于咱们这儿的张秀梅。但你不会觉得张秀梅是一个时尚品牌，张秀梅后边她好像只能接烤肉拌饭。之前有个客人带着他们家小朋友在我们店试衣服哈，可能试的时间比较长，小朋友找不着了，我那给吓的，又是找商场又是找保安广播寻人的。请顾客刘宇轩小朋友听到广播后速到4楼，准备了么红灯。你的家人在这里等候。哎，刘宇轩小朋友不到4岁，你还上哪儿找啊？啊，你让人怎么找啊？我找不到我妈妈了，我妈妈好像是在那个准备了么红灯。讲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大盆儿，谢谢。大盆很潮流，大盆儿太强了你。你是穿了鞋套是吗？都说像那个，这个像是那个叫什么销售的那种是吧？哦，不是，中介的穿鞋套。记错了。哎，那怎么样？看大盆儿这第一次看。我感觉像看好几回了似的，是吧？对，因为你老在店里嘛。因为他就是真的就是会有做这行的人的这种状态。是，跟大家说说呀，有没有什么你们那个品牌里头培训怎么推销什么类似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法国品牌，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法式的设计风格。法式的、啊，对，我们主打优雅浪漫，走的就是一个这个度假风。是，就没了。我们全店4百多件衣服全指着这一句话卖。你这是巴黎吗？是篱笆吧那边？东北大篱笆那边。我既然是个顾客，我买一点法国的，让我感觉到一点那种法国的那种风味。那我们就扭着说。哎，各位有没有什么英文名啊？哦，你的他的名特别，他的名大家听一下，杜海涛的英文名。我的这个英文名很好记，也很简单，叫什么？嗨。外国捧哏的相声是吧？嗨，就这嗨，没听说过。但真的，因为我在上学嘛，我上学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其实名它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称号嘛，我就说嗨 ，You can call me hi so easy。可是你在大街上不是这样，就很容易一直在回头嘛。但是就是好记嘛，但也有问题，就是老师一有什么问题了，都先问，就嗨。然后有没有那种莫名其妙，就是一定要开始说英文了，就是跟你玩一个？过年前去那个北美演出嘛，然后过海关，然后我就跟他用英文正常说完，把包捡完我就走了。哎，然后等那个毛豆他们过安检之后过来跟我讲，说那个海关会说中文，跟他们的原话说那个人真是喜剧演员吗？为什么他看起来一直在生气？给我气坏了。这对我挺冒犯的。你自己也有责任，反正。好，谢谢我们大盆儿，希望下次能来。演完心情咋样？可放松了，现在。可放松了。我觉得我好像憋住了，没怎么喝。但是后来就是教
talking 的时候还是太紧张了。对自己的表演满意不？表演还行，这过程特别好，氛围也好。下面上场的这位女士，她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6次了，但是她没有上台，她都在接受熏陶，她就是我们的后本。Hello， 大家好，我是后本，目前是自媒体博主，做搞笑类目的。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樊城楼已跟你的九族说拜拜吧！讨厌！作为一个脱口秀兴趣爱好者，尝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吧。哎呦，后本的初舞台炸翻全场，咱们就放开了玩。说什么呢，哥？讲真的，我看到所有的网络博主上台说脱口秀效果都很好，马红都没说段子，就直接上台就炸。是吗？我没看。虽然已经跟着大家学习了6期了，看我这几天记的全是技巧。哎，你看，就拿这个范儿很讨喜的，你可以上去这样的。一定要有信念感，就你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好笑的。但只有真的要上场了，经历一遍，你才知道紧张感是这样的。我这稿子改过6版还是7版了，表演很多是我临时加的，词儿还没完全记熟，紧张是真的紧张，我需要找一些办法把紧张情绪外放出来，这才是本体。我刚刚都是装的。你真棒！加油，后本，炸翻全场！让我们一起热烈掌声欢迎他，后本！哇哦，大家好热情啊！大家好，我是后本。节目组跟我说，我要是再不上脱口秀，就要把我的镜头全删了。混了这么多期节目，我知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我跟坐在那边的脱口秀演员不太一样啊，我没那么专业。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做自媒体的，也是俗称的网红。我就知道你们是这种反应。哎呀，这么多年也没干出什么大成就，做了一般般，也就全网2000多万粉丝吧。谢谢大家的掌声，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此刻。大家可以拍久一点吗？我想让我在成都的妈妈也听到。谢谢。哎呀，今天是我第一次讲脱口秀，有点紧张，以至于紧张到我都有点嚣张。希望节目播出后，我掉粉不要掉得太夸张。哎，我怎么出口成章？其实当网红不是我第一志愿，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演员。我发现啊，脱口秀演员对颜值的包容度最高。我说我想当演员，别人说我长成那个鬼样还想当演员。我说我想当脱口秀演员，别人会说什么？长成那个鬼样就该当脱口秀演员。我有一个聪明绝顶的计划，我先做脱口秀演员，然后我再把脱口秀去掉，那我就是演员。我知道大家听到有人说想做演员这些话已经听腻了，看又来个想做演员的，演员的门槛现在这么低吗？我也很奇怪，世界上这么多职业，我为什么非要选一个跟自己外形如此不搭的？我就反思啊，反思啊，反思啊。我觉得我得感谢我原生家庭的助力，如果不是他们对女孩的漠不关心，我不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变成戏精。后面家里人为了让我更独立，还给我生了个弟弟让我照顾。除了我妈，
我家族里的人眼里只看得到我弟弟。哎，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亲戚了，看到我和我弟弟，只会夸弟弟长得真好看，哦，好老子好聪明啊。看到我只会问，你弟弟去哪儿了？我是我弟弟的保安吗？还有一次，我弟弟犯了错，被老爸打，我站在旁边，我爸顺手把我也打了一顿，说我是长女，没把头戴好，让小的学坏了。我爹这是什么逻辑？那今天我如果讲不好脱口秀，大家别骂我，都去骂我爸，怪他没把头戴好。你们才没把头笑掉。但这一切啊，在我5岁那年发生了改变。那年我领回了我第一张才艺之星的奖状，在晚饭的餐桌上，我被家里人热烈地讨论了整整1分钟。我被看见了，我当时好开心，我真的很想说，很抱歉占用公众资源。我发现站在舞台上可以满足我那种被关注的渴望。周围人知道我想当演员，都嘲笑我。我还有一个腿脚不太利索的亲戚，知道我想当演员以后，说他还有个梦想，是打 NBA。只有我妈不嘲笑我，她送了我去我们当地最专业的表演机构，一个琴行。科普一下，琴行只教弹钢琴。我说妈，现在16岁，我学钢琴来得及吗？我妈说你懂什么？这个琴行叫伯乐琴行，里面啥都能教。你现在只差一个伯乐，发现你这匹千里马。老师果然是伯乐，看到我第一眼就说我骨骼惊奇，是万中无一的特型演员，同时传授了我表演、播音、导演考学大法，才收我6000块钱。我怀疑老师的学费也在里面，毕竟他也是边教边学。学成后我自信到爆，直接考北电去了。一进考场，我发现大家都是素颜来的，但我只要往他们身边一站，他们就像化了全妆来的一样。不行不行，我不能未战先怯，我是不会向你们大长腿屈服的。轮到我面试了，我迈着我的小短腿，自信地向老师问好：老师好，我是04号考生，今年16岁。我朗诵的标题是《一棵会开花的树》。没错，我当时只记住了标题。北电没考过，但我还是不想放弃。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考上了省内的艺术院校。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四川电影电视学院16级的优秀毕业生。谢谢，是个大专。但我在学校一直演的是女主角，因为其他女同学已经在校外演主角了。但毕业作品入围了柏林短片电影节的高校之光单元。这次没有反转，是真事儿啊。网红后，我也看了网上对我的一些评价，哎，主要说我故意卖丑。我发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打开了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我只是记录了我的美好生活。还有说，后本长得真像头野猪，给我拱出娱乐圈。这娱乐圈我还没拱进来，就让我拱出去了。然后讲脱口秀的朋友们就安慰我说：“哎呀，那你太适合来讲脱口秀了。脱口秀现在火的就是动物戏，你看，富航是猴，二狗是狗，你再不加入，12生肖剩的动物就不多了。”哎，我心想还剩10个呢，我就着急选猪啊。
当然，还是有很多宝贝关心我的，给我私信了一大堆暖心的话。还有一些激动的宝宝为了我去跟黑粉吵架，说为什么要说后本？这个世界除了俊男靓丽，也需要丑角呀，也需要特型演员啊，也需要好了，宝贝们，心意我领了。这些大实话，你们还是私信发我吧。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上，有些话想对大家说。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个缺爱的孩子这么多关注啊！谢谢你们关注了我，这个长得并不好看的女孩子。好看。我也不会放弃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如果以后我得影后了，我这段获奖感言你们觉得行吗？谢谢大家，我是后本。后本在后边那个蓄势待发6期了，我们给他掌声再次鼓励！棒！谢谢。终于上台了，什么感觉啊？之前其实脱口秀是我的一个非常恐惧的一个行业，所以我这次算是挑战自己吧。我觉得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得要先直面自己的恐惧。难是因为不做，做了就不难了，是不是？就这点事儿。对，因为我之前就是拍自媒体噻，啊，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得提升一下，我不能说光只用这一种方式逗大家开心，逗大家笑，我要有更多的技能让你们开心。Yes， 所以我就来挑战这个了。他第一次这样特别厉害。对，后本很可爱啊，然后有自个儿独特的魅力。我觉得田叔那句话特别对，你本来就很美，就是不是，就跟自个儿说，我觉得很棒的。希望后边咱们接着努力了，好不好？谢谢大家。给自己的表演打一个分，60分吧。那40分扣在哪儿了？40分，我想给自己再成长的空间，这样子它可以督促我继续努力往前冲。很棒呀，后本，我觉得他是很坦诚的去面对自己，把自己内心很敏感、很脆弱的东西端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勇敢的。后本用发声的方式、说台词的方式。其实特别像一个舞台剧的演员，在舞台上的表现丝毫不慌张，也得到了大家的接纳。这个作为第一次的表演已经非常棒，非常不容易。下面这一位是我们今天登场的最后一位选手，新人，他就是我们心酸的中年男人孙悦。我在紧声音。他是个意外，没有一个男生从小的梦想是长大这么长。我在紧声音。今天上场这件事情其实还挺意外的。上场之前在后场一直在不停的练习。长大这么长，我在紧声音。而且我还特地准备了一个秘密武器，把自己想讲的、想说的和状态都体现出来，给大家看到一个满血版的孙玉。有请孙悦。谢谢大家，我叫孙玉。也许大家看不出来，我原来是个国家1级运动员。对，健美操。很难想象是吧？体育生长大了，我都不是长大，我是长扑出来了。但是多年的专业训练还是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些体育生的痕迹，比如说食量大。我去吃回转寿司，下游干涸了。我往那边一坐，就开始这个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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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碗。我吃寿司吃出一种炒股的感觉，就一直在接盘。而且我食量大到我爸妈都害怕。我回我爸妈家吃饭，他们说我是野猪。我说哎，野猪是国家2级。跳健美操是个意外，没有一个中学男生说长大之后我要跳健美操，我要在紧身衣。没有的，没有的。虽然很舒服，但是没有的。
我跳健美操是因为学校篮球队不要我，他说我身体协调性太差。我说教练，教练，哎，教练，我协调性差，哎，教练，我协调性差。健美操教练正好路过，一眼相中。当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健美操，但我知道有 offer 先拿着，跟篮球队待价而沽，没有沽出去。篮球队弃我如敝履，我一气之下就加入了健美操队。我要让他们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看看。这边裁判哨声一响，我就知道 it's my shoot time。篮球场上事就在篮球场上解决，哪怕我是曲线解决，对吧？我就怀着这种复仇的心态加入了健美操队。虽然当年我不懂什么是健美操，但是我跟教练表心态，我说我虽然身体协调性差，但是我一定会好好训练的。教练人非常棒，教练说没事儿，什么差不差的，我看上的就是你这个人。教练真没有骗我，健美操队没人，整个健美操队就我和教练2个人。我很难说这是健美操队，健美操一队。我是我教练的开门兼关门弟子，主要负责体操房的开关门。经过大概几个月的基础训练之后呢，然后校队的教练就把我送到南京市的专业队。专业队真的就很不一样，很厉害，藏龙卧虎，就是什么自由体操退役的，或者是那种艺术体操转过来的，还有花样游泳上岸的。基本上都是那个行业竞争特别激烈，没办法转到跳健美操，哎，很像脱口秀这个行业。我就是那个健美操跳不下去，转脱口秀的嘛，对吧？唯一不一样就是他们真的是童子功，他们练健美操就是脸压，比如说压韧带，一件很简单的小事儿，那帮童子功压韧带在地上是可以下叉的同时睡着的。就是重叉这边睡着，横叉在这边睡着，推开那个体操房的大门，感觉像案发现场。我压韧带跟杀猪现场一样，3、4个人把我哐一下按到墙上面，然后教练把我的脚抬起来，然后砰一下按到我的头旁边。我的天！当时那一瞬间，我都听见我韧带跟我讲话了。他说：“招了吧。”而且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极难叫得出来的，你们知道吗？你不可能啊，好臭，你很难叫得出来。就第2天起床的时候，我的整个大腿就拉伤了，就2条腿的大腿后面韧带大面积拉伤，全是淤血，然后一块红一块紫。现在回想当年真的是大红大紫。第1次队列比赛，我就勇夺倒数第1。很正常，我能接受，因为我是个门外汉进去，我能接受，但我依然感觉很崩溃。我都练成这个样子了，我就蹲在那个门口想说，酷手，难道这就是我身体的极限了吗？然后就蹲在过道这边，自己给自己难受。那时候当年的队友很好，然后从那边走过来，走过去，没有人安慰，只有一个倒数第2，我开开心心的跑过来，然后拍拍我的肩跟我说没事儿。我刚想抬头感谢他，他一个山羊跳从我头上跳过去，回头跟我说：“菜就多练。”哦，那年我16岁，形成了我对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安慰，就是要对抗和嘲讽。这个世界就是对抗和嘲讽。你们想，目前全中国最流行的竞技体育项目，斗地主，然后基本上就是炸弹对抗。我只剩1张牌了，嘲讽。竞技体育让我学会了一件事情，我就是爱对抗，爱嘲讽，所以慢慢开始没办法，只能多练。他们练力量30个一组，我练40；他们转体360，我转体540；他们偷懒，我举报，对吧？跟队友们一起对抗嘲讽了3年，然后过了国家1级，拿了全国冠军。然后也加入了学校篮球队的啦啦操队。哦，这是我主动申请的，我就想站在场边上，看他们输球，他们一个上篮没进，我就说啊，是不是身体协调性太差了？就是要对抗，就是要嘲讽。那年我18岁，今年我38岁，我长胖了，
这个世界变柔软了，身边好像已经没有像我这样爱对抗、爱嘲讽的人了。哪怕是我们这一行最爱嘲讽的人，翟佳宁，他也不可能在夺冠当天跟第2名说菜就多练。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对吧？好，这期是我录的第2期，上一次状态特别差，几乎是全场表现最差。我在后台特别沮丧，其实无所谓，我一个人就 OK 了。但是他们很好，他们都过来安慰我，说没事儿，你已经很棒了。我表现最差呀，我感觉在阴阳我，这是棒吗？这不是棒槌吗？然后他们跟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宇哥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段子虽然不好笑，但很高级。盐不咸，但点很多。脱口秀要什么高级？脱口秀就是要好笑。你们想，他夺冠的那一天喊的是什么？喊的是冠军，冠军，冠军。哪有人他夺冠的时候，哎呦高级，高级，最高级？没有的。要是喊第2名喊什么？喊比较级，比较级。第3名原型，原型，原型。脱口秀就是要好笑，不好笑就露宿街头。上次录完正好是过年之后，跟队友们一起聚餐，每年都会聚一次。他们知道我来这边参加节目，就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有点难，脱口秀想放弃了。我像我这种中年胖的爱嘲讽的男人，没有人喜欢。他们也没有惯着我，直接开始跟我对抗，说你这个算个屁。你看人家老于哦，我一个队友，10多年的队友，在南京10多年，干了10多年的健身教练，干倒了20多家健身房，没有放弃。前段时间自己开了一家健身房，他的健身房我去过，哇，真的非常励志。健身房里面的器材没有一个是自己买的。我说什么意思啊？你来时的路都是老板的跑路，杠铃片上的 logo 不重样。然后我在他那个健身房里面玩嘛，就从那个20公斤的哑铃开始试，没拿起来，然后一个试到那个粉色的，在那边玩。他正好过来看看我，看看那个粉色的哑铃，再看看我，再看看粉色哑铃，再看看我，废物！我当时一瞬间啊，青春的感觉回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找回青春，甚至有时候就在青春里面。反正我现在去准备报一个驾校，因为对抗比较强烈一点。OK， 谢谢大家，我是孙玉。我觉得今天不仅能让你青春的感觉回来，能让你返老还童。来，翟佳宁开始骂他，他刚才说你什么来着？挺高级的，多练啊。好，你们感没感觉孙老板他心里有股气，完了在台上感觉撒气的感觉？你距离成为那个艺术家还差离个婚，宇哥看，最好在净身出户、露宿街头啥的。下一期是2个星期之后录是吧？我想一下来不来得及。然后来。孙玉啊，我觉得节目到现在这份上了，观众朋友们盼着干什么？健美操，对不对？现场我们来了一位绝对不会服输的这位健身达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这是一次健美操跟广场舞的正面对决。对了，我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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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了，搞不了。踩我们嘉宾怎么回事？你踩他干嘛呀？要踩上网上踩去！我上来就干啥来着？我觉得都上来了，咱们一起学一下。来，准备音乐。来，音乐来。
我不会跳舞。先不着急做，我不会跳舞了。咱们先看看这身衣服，来，这身衣服来看一眼，看一眼。哇！这身衣服好像那种打赌输了，就是说。好嘞，这就是我们脱口秀演员，是不是？每一场演出都是这么炸。谢谢你的演出，下次再见。你能感觉孙老板作为一个中年男性啊，在心里头有很多苦闷，能借这个台上来释放出来。孙玉这段表演看着有点心酸，要心酸到你又有点好笑，你这人到中年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您来看一眼，今天有很多演员上台了哈，因为您是捧场大嘉宾，就是您必须得挑一位来捧。挑一个，我算吗？你要推荐你自己的话，其实也可以，马上再骂你。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确实怕这个。那我看看。来，您说这些新人们，觉得沈阳老乡上来挺猛，但确实我跟那个健美操武力全开了，感觉那个。如果推荐这个人，你就会推荐孙玉，对不对？对，孙玉吧。好嘞，感谢孙玉，谢谢。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就到了各位行使你们权利的时候了，谢谢各位，拿出你们的卡片，上边写上您对这一集的一些感受。我们也会非常的尊重你们的选择，谢谢各位啦！我觉得今天演员在台上表现力就是非常的足，所以完美的完成了一个压轴的任务，让场子最后还是挺炸的，带着大家玩起来了。柳三变老师一直是一如既往就稳嘛，整个气场就特别和。后本有极强的天赋，在台上很自信，不是谁都能在台上那么自如的。我相信今天不会露出街头的。今天不会露出街头。我预测今天会露出街头啊，因为我觉得演员今天演的没有让观众那么的兴奋啊，我觉得今天没有表现好。欢迎，来吧，请上座，老师。他们不陪你吗？行，那我们先开始。今天谁的表演觉得还不错？我觉得玉哥特别棒，有心酸有愤怒，耐人寻味，总体。哎呦，谢谢。我要举报啊！玉哥表演完，鸡翅在旁边大喊：“脱口秀完了！”3、2、脱口秀完了。真人秀太出色了，段子一般。哟，2位都表演了。对。那你说吧。这2个是最好的。他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没有讲过脱口秀。真的吗？我都看出来了。我就来一次，我没必要这么聊啊。干什么呢？我们刚才在聊天呢，喜欢您的那个短视频。哎呀，你别这么说。来不及了。这边我看看怎么的呢？都是生面孔，是不是？对你这样，新朋友来，你说说吧。玉哥，哎呦，周奇墨姐也费点劲，反正。真敢讲呢。哎呀，其实小周一直一般。周奇墨是赶上好时候。我是到第2个演员，我就知道。第2个演员，周老板。哦，今天没接住。周奇墨那差点，我没接住你。哎，别，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是有点。我觉得他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再往后放。今天不露宿街头，天理不容。整了半天就一个人说实话。哎，大家好。Hello。哎，天花板来了，掌声欢迎！行了，就是我们每期都有一个复盘环节呢，就是说刚才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写了好评跟差评啊，咱们都来念一念。行，那我先读一个2星差评。哎呦，第1位演员开头挺不错的，但是太长了。是我吧？是我，对不起，是我。
中间有一段总感觉在走动，让人走神儿。哎呀妈，真是我，真是我。你是蹦起来跳了，他说走动。哦，感觉有些地方可以删减，但是兄弟，你不用颜值焦虑，你真不丑。哎，柳三变，柳三变。那这绝对是柳三变了。哦。他给了你2星的颜值肯定。哦，伤人呐！啊，等会儿。我虽然不好看，但是我爱我自己。好，有一个5星的哈，5星的。柳三变，小眼神儿太有意思了，讲着讲着那个小眼神就飘过来了，真的很好笑。听他段子就像秋裤扎进袜子里，踏实。好会写啊！这个要不一会给我拿带走吧，我。好，这是一个5星好评。他说小时候涛哥的节目陪我长大。哇！我们也是。哎呦，真是！没想到竟然能在现场看到涛哥的脱口秀。今天在现场没有电视屏幕，但涛哥依旧在发光。有趣的灵魂就会一直发光，期待涛哥多上节目，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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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钮咕噜于巴拉。哎，行，接下来到我了，5星啊，5星。谢谢我们的周老板。哎呦，别怕不合群，不要内耗，你的演绎是全场最棒的。我一直都觉得好看的专场不是好听的名字。支持 old school， 你没有过时。他也没说自己过时，你一点都不过时，你不老。哎，还有最后一句呢啊！还有最后一句，你一直在你的时区里发光。哦，我一直在我的时区里发光。写的这么好呀！虽然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我比你强，谁也不吱声，这时候谁也不吱声，大家都沉默了。好真实的人啊！我回去好好看看这些人在哪里。接下来再来了一个啊，3星了，哎呦，3星了，秃后本。后本怎么了？哎呦。后本怎么了？后本最厉害了，还可以啊，只给了3星啊，但不是差评。哎，路转粉还有进步空间，另外2颗星先留着，希望看到5星的你。还有啊，还有还没完啊！祝后本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很感性的，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谢谢。那我就让后本再感动一下。哦，又是你了。这也是5星的，也是给后本的。哎呦，太喜欢后本了，完了画了一个爱心。笑点不突兀，梗出的很巧妙，互动也好强啊！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宝宝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能实现你的梦想，加油！3感叹号！期待你以后成为影后。好，谢谢。送你吧，送你吧，对对对。收到最好生日礼物。行嘞，下面就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鱼头人，还要送上结果啦！咚咚。海涛，你先看，别让我们看。我们这嘉宾的资改给你，这个大资改给你。不，我能看，你别碰。他能看，现在他有资改。哎呦喂，海涛怎么样？你已经看见了，我们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哎呦，哎呦，他说哎呦了。朋友们，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只是我们努力的不够。68，就差一点儿，68是吧？就差一点儿。不应该啊！现在观众很热情啊。那我们出一处去了是吧？
你知道今天下雨吗？你这么的，今天大家长沙都到了，是吧？那个有什么心愿？有图逼呀！我为了跳最后的东西，一天没吃饭了，我只要吃够饱饭。我也想吃饱饭，好饿，一天没吃了。想听我唱歌？来，朋友们，吃的给大家安排进来，好不好？不管住哪，先要吃饱。上装备。来，我们跟着周老板往前走，走向脱口秀光明的未来。走吧，大家，来出发，走，出发，露宿街头喽。海涛老师请大餐，咱空会儿去也不合适啊。放心，我有神器。啊，知识的力量。拉倒吧，人家干饭，咱俩讲课呀。下一个，艺术摆件，菜不香也白搭呀。那再找，是这个。这回对溜，长康100%纯芝麻油，纯物理压榨，地道。火喷香，哎，待会儿菜上来就滴几滴，满桌飘香，比啥都有面子。100%对味儿，餐桌硬通货呀！走，干饭去！走。录制啊！Let's go！ 哦呦！这是露营最好的一次了吧？有大巴车。哦呦！走起来！吃饭太好了，我真饿了。我说白了，要坐车。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跑着去，那你自己跑，你对着镜头，他要自己跑过去。居然还给我们坐车，不好笑就要露宿街头，负重15公斤跑着过去，娇生惯养的脱口秀演员们。他负主要责任，跳那个舞掉了20%的票，我都没上，背个锅。热场没热好，你得背。热肠也算呀，一个都不能少。大家现在想吃什么，你们就说出来。肉、龙虾、臭豆腐、鸡蛋、肉丸、粉、米粉、辣椒炒肉，有点啤酒。这样，你们先说，因为我已经点完菜了。想听你唱歌，确实准备了。整个的那个环境先简单的说一下，有一些家常小炒。这太好了，太好了。行，咱们有点曲径通幽。曲径通幽，那就不太好了。越听越怪了，是露天的吗？路边摊。这是开到哪里了呀？不是，咱们到底是要去哪呀？这么黑吗？这地方？这到哪儿了？是谁要吃肉啊？看见没有？姑娘，你不是要吃肉吗？这不是肉店吗？真是有求必应。走吧。哇！来吧！过年了！哇，挺香啊！太香了！哎，真香！哇，太香了，是不是？好香啊！哇！这把掏上了啊！我的天哪！好香啊！太香了！这把太行了！那必须的！哎呀，那吃一宿就不用露营了吧？畅聊，我能吃一宿。大家坐吧！我的妈呀，太狠了！哇！哎，这菜真挺好吃的，看真香啊！是不是我说请吃饭的，吃火锅的？哎，有求必应，不给你们吃服，已经服了。哎，服了，谢谢海涛哥。行，开吃吧，来吧。一边吃一边夸嘛，感谢海涛老师，太香了！怎么的又给大家加菜了？哎呦，太仗义了！来！这个红烧肉得吃哭它，这都炖的最肉头的时候，炖的特别来劲。那个油好像很好吃啊，它应该拌饭应该可以。咱们转一圈，尝尝不同的菜，来吧，转吧，换方向，回转寿司，桌子不转，咱人转，来，咱们转呗。还得是东北6人转。这行哈，招待这样的菜真的是非常客气。来吧，谢谢海涛，谢谢大哥。
好久没有吃到这种有锅气儿的菜了啊！对，来聊起来不能白吃，对不对？大家都聊点有趣的事儿。杜老师平时会攒那些看见的、想起来的那些东西吗？我比如说之前跳广场舞的时候，我就爱跟人聊天嘛，就都聊出来了。你们说脱口秀得要好多灵感吗？观察生活，这顿饭能观察出什么前提来？能写成段子？观察到现在没有，只有好吃，还没观察出来一个，证明创作有多难。我观察出来一个，大宅特别喜欢打破第4堵墙。他老是在这个拍摄的时候突然问导演：“你们要不要吃一点？”大宅是个非常温柔的人，就是因为这外形把他给尬那儿了。我一不笑，人就以为我不高兴，是吧？本身心里是热心肠，想跟别人抒发的是善意啊。还行吧，还行吧，还行吧。那个吃的也那个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饱饱的了啊，睡吧，咱们准备吧。该露宿街头了，朋友们。这挺有录影棚的。这是有能睡的啊，就想在这儿就在这儿，明天起来还有一对啊，这都能吃。所以明天热一热，到饭里还能当粥喝。对，下个面条进去都行啊。屋顶是那个大师，开帐篷巨快无比。这个帐篷卷你就拿出来，你就给它翻过来，把这个骨架露出来就行。你看看。多熟练，吃苦吃习惯了。那这样，大家临弄帐篷之前，我在那个说个小事儿。小事儿。我觉得这会儿说出来的也挺适合现在大家的感受的。咱们不是那个68%，那个其实是86%，朋友们。啊！那我背了一路的帐篷。刚才那个谁帐篷打开，谁给合上啊？哎，行了，咱们不用露宿街头，就是在大家吃顿饭，大家开心就行。就是想给大家的生活再来点素材，好不好？谢谢，我理解，小拥抱，我理解。好，谢谢大家。来，最后来个大成功，不好笑露宿街头，成功！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热烈欢迎我们涛哥又来啦！再来一次！来，马上上菜来。哇，好开心！还有一个惊喜嘉宾，他是泰斗级别的。Hello， 大家好。打他的叮当，叮叮叮叮当。哎，兄弟，你也太真实了，你简直是横竖竖横竖横横横撇儿点儿宝盖头点儿点儿横撇儿点儿，真实。前任啊，只是一面后视镜，照见的都是回头路。我没打算走回头路，因为警察叔叔说了，逆行啊，是自己全责。哎，这啥感觉呢？就好像大张伟在台上给大家唱歌，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的滴滴的，然后给你讲喇叭的工作原理。怎么2星？我这全是差评。哎呦，我好怕。一直在期待能有个炸梗，最后也没听见。前面太闹了，后面有点没接住。今晚会不会露宿街头呢？分数是100%。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笑。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你画我猜。你们画的是一个词儿是吧？现在不玩来不及了吧？六耳猕猴，洗耳恭听15个字，洗耳恭听，听听。评价一下后本今天的演出，赶紧回来一起吃饭。哎，不是什么好话，对。我肯定选择离你远一点，很真实。满嘴胡话，出去吧。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6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2周3 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享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微播精彩花絮，等你来看。
Ladies and gentlemen, take my style, join the party， 跟我摇。不管你是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朋友们，跟着我笑。无论你是硬骨头还是实力派，牛顿胯骨轴 ，and look at my eyes， 牛。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不管唱跳 rap 和美丽的那些规矩，牛牛牛牛 Younger baby， 来，音乐起。Gentlemen, take my style, join the party， 跟我摇。不管你是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朋友们，跟着我笑。无论你是硬骨头还是实力派，牛的胯骨轴 ，and look at my eye， 牛牛牛牛，牛同人独二麦哦给力。不管舞台还是广场，如果想 battle， 我都陪你。不管唱跳 rap 还是什么，你想赢我对不起，实话就是我个 baby。我站在舞台上就要打破所有你们立的那些规矩，牛牛牛，牛样的 baby。来是 come on， 就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跟上我的节奏走，扭着你的胯骨轴。来是 come on， 就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要打招呼就最后露，他们说话都带 flow。牛样个儿，牛，废话说牛样个儿，牛样个儿，喂 ，real 的牛样个儿，牛样个儿，牛，废话说牛样个儿，牛样个儿，喂 ，real 的牛样个儿。